Hello， 大家好，我是插画喵的小木老师。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师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Procreate 的基本的一些操作，好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在开始之前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小木老师的话呢，是插画喵的 VIP 授课老师啊，同时的话呢，也是商业插画教研组的首席讲师。那么今天这节课的话呢，我会一个步骤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讲解，好吧？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先从哪一点开始呢？我们先从这个页面开始来看啊。那这个页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总页面，对吧 ？Procreate 的一个总页面，就是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所有的作品的话，全部都会在里面，对吧？所有的作品全部都会在里面。那么我先带大家呢，先来了解一下上面，比如说选择、导入以及照片三个点应该怎么样来做一定的一个了解。首先的话呢，就是选择栏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比如说我点击选择之后，我可以点击未命名的图层，那我可以将它进行预览，就是可以放大观看图片，包括呢，我们也可以将它进行一个分享。那么分享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为 Procreate 和 PSD 以及 GPG 的格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平时最常用的可能就是 Procreate 的形式，以及呢还有 PSD 以及呢还有 GPG 的格式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常用到的啊。那么 GPG 的话呢，它直接就是以图片的形式来进行了导出。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复制，大家可以看一下复制。那么复制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个全新的一个图层啊，全新的一个画布图层，看到没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画面二次进行复制。好，那如果说我这个东西复制的太多的话，我可以点击上方的删除啊，那么我们这个作品的话呢，就进行了一定的一个删除。啊，然后其次的话呢，除了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快捷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向左边滑动，它这边有一个分享栏，有一个复制栏，还有一个删除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快捷的啊，大家的话可以这样来进行操作。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上方的这个加号。那么这个加号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点击加号，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的话呢，它是可以做很多的一个新建画布啊，可以看到啊。那像我们平时的话，最常用到的话呢，就是 A4 的一个画布。那它本身自带的话呢，会有一个 A4 的画布。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文件夹的形式，点击它，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尺寸调节，比如我想要再设定一个 A4 的画布，那我可能会把下方我可能会选择像素或者毫米都是可以的啊。那这边就是210乘以多少呢？我们乘以297，对吧？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 DPI 是它的一个分辨率是300的话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绘画的。那么它最大的一个图层数的话是73，那就说明你这一个 A4 的画布你最多只能建立73个画布。然后我们点击创建OK，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全新的画布，就这样就展示出来了啊。好，那么这边的话呢，我给大家把上面的3个快捷键的一个方式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Hello， 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来讲解的是什么呢？讲解的是堆以及重命名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绘制。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文件下面的话呢，它基本上都有一个未命名的一个格式，对吧？那我们可以点击它啊，点击它之后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比如说文字的形式，比如说女孩 ，OK。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以发现，我的一个文件的话，它就命名成为了一个女孩的一个形式。好，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好了，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堆呢？啊，这个堆我们可以来进行给大家来操作一下。首先，堆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文件夹的形式。那比如我想把我这3张头像给它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我应该怎么样来操作？首先，第一步，用你的手指摁住这个画面，看没有？它是可以拖动的。然后再用你的另外的一个手指头，再点击一下你想要移动的另外的一个头像，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女孩子，好，那他们就是2个都在一起了。然后我怎么把它放到一起呢？比如说我把它拖到，看没有？拖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女孩子旁边 ，OK。然后我们再松手，看没有？这样的话呢，他们3个的话会显示成为一个堆啊。这样的话，你的文件的话你就建立好了。建立好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命名，比如说把堆改为女生头像。好，女生头像，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重命名的话，就命好了啊。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件进行一定的一个拆散呢？啊，就是把它打开啊，
首先打开，然后比如说我想把它们3个挪出去，那我可能会点击这个位名，然后再点击其他的，就跟我们刚开始拉堆的方式是一样的，然后把它直接拖出去，看到没有？直接拖到外面，松手。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堆和这个拆堆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一定的一个完成就可以了。Hello， 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第3个知识点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页面当中，然后我们来进行页面里面的一些画布的一些快捷键的操作。那首先的话呢，小莫老师的话呢，会先选择到我之前给大家提前准备好的一个 PPT 然后我们可以先进入到它里面。好，比如说我进去之后它现在会呈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呈现出这样一个页面。那么首先我们先第一步来做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名称比如说我们可以往过看我们先从左边开始来过左边这边的话，它就是图库，然后操作、调整、选区以及变换工具。这边的话呢，就是笔刷、涂抹、橡皮、涂层、颜色以及还有呢我们的笔刷大小这边的话就笔刷大小，然后不透明度以及中间的吸管工具。那么老师的话会一一的话给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右边开始来给大家来做讲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笔刷。好了，那么笔刷这边的话，大家先看一下，我这边给大家有写了几个点，比如说 Procreate 的画笔停顿住它是可以画直线、弧线以及等等。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防抖以及呢我们笔刷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一个新建、分组和删除以及导入的。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停顿这一块来开始做讲解。首先呢，我们先选择一个深色的颜色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随意的选择一款笔刷，比如说我用到小墨上色笔我用到小墨上色笔。OK，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比如小莫老师画一张线条，画一张线条，你看我这样，我会把它停顿停顿，它会成为一个直线。然后但是这一点的话，要建立在笔不要松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无限拉长，对吧？然后比如我想画一个圆，那么我会先画一个圆圈，然后笔不要松，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生成一个椭圆形，然后再松手，点击上方的编辑形状然后有一个圆形。OK， 好，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圆的一个形状，对吧？那包括的话呢，比如你想画一些椭圆或者弧线，比如我画一个弧线，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弧线的形状，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编辑形状，它也是可以通过这3个锚点来调整你的一个弧度的一个位置。好。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话，不管是你在画任何的一个形状，它都是可以通过描点来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就是点进去有很多不同材质的画笔那么画笔的一个防抖设置的话，我们在10%左右就可以了。首先呢，比如你看点进去这边的话，全部都是我的一些笔刷，对吧？全部都是小木老师常用到的一些笔刷。OK。好，然后呢，我点进去之后，那这个防抖的话，我们应该在哪里来做一定的一个调整呢？比如说，你可以看这边有一个稳定性我们可以把这个稳定性开到10左右，但这个我的一个画笔它是在41%，那么这是我原先调整的当然呢，这个数量的话呢，你可以调得越大，那它的一个稳定性就会越高所以说同学们的话呢，可以多加进行来尝试一下。其次的话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笔刷应该怎么样来新建，怎么样来分组，怎么样来删除，以及怎么样来导入导出。首先呢，笔刷新建的话呢，那比如说我点击复制比如说我这个小木勾线笔，我会复制一个，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笔刷它就可以新建出来了。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定的一个分组分组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做一下讲解比如我新建一个图库、画笔库点击这个加号，然后这边有一个无名组合，比如说小木最爱
OK， 好，小木最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哎，我新建了一个笔库，对吧？那我可以把我最喜欢的一些笔刷，比如说小木老婆里面的这些笔刷，对吧？我可以把它们拖到我的小木最爱里面。那怎么拖动呢？还是老规矩，先用你的一根手指头摁住你想要拖动的笔刷，看到没有？它会这样移动出来，然后点击上方的手记铅笔啊，你可以把它们全部选择，看到没有？全部选择好。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小木最爱这里啊。但是你看它下端的话呈现出这样一个灰色啊，这样的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 ，OK， 好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些笔刷全部都在我的小木最爱里面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将笔刷进行一定的一个删除呢？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笔刷往左边滑动，它这边就有一个删除键。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你把笔刷如果删除掉的话，它就回复不了了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大家删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吧？然后笔刷的话呢，应该怎么样去导入以及呢导出呢？比如导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点击啊，就是我们会分享给大家一些笔刷，比如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啊，然后点击分享啊，然后直接导入到我们的 Procreate 里面就可以了啊。那么导出的话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直接往左边滑动分享。看分享，比如说我想要分享给隔空投送，分享给具有那个，比如说别人也用 iPad， 你可以直接隔空投送嘛，对吧？那我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比如微信还有钉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定的一个发送啊。那比如说不是格子啊，我要把它通过微信发送给朋友，那我可能会选择小木，哎，我发给我自己，好，那我发给我自己了，对吧？发给我自己了，看正在发送 ，OK， 好，我知道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一下那个怎么样导入吧，好吧？再给大家来进行导入的一个演示。首先呢，我会先点击到我的微信里面，对吧？点击到我的微信里面，然后我刚刚给我自己分享了一个笔刷啊，比如说，哎，不是格子这款笔刷啊，比如说不是格子这款笔刷，对吧？那我可以点击把它用其他应用打开。然后但是一定要是下载下来，然后用 Procreate 把它打开就可以。你看正在导入 ，OK， 好，我的不是格子的笔刷它就导入进来了，对吧？所以呢，大家的话呢，这样的话你可以多加反复的去做一定的一个尝试就可以了啊，做一定的一个尝试。好了，那么笔刷这一栏的话呢，我就会给大家讲到这里啦，好吧？Hello， 大家好啊！然后这节课的话，我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下那个笔刷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不透明度，以及呢它笔刷的一个变大变小，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调节。首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老师的话会重点讲这边的啊，讲这边啊左侧的这个上下这两栏啊。首先呢，笔刷的一个大小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确定呢？比如我用我的随便选一款笔刷啊，比如说小木上色笔啊，你可以发现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滑动区域，对不对？那么这个滑动区域的话，首先比如我画一笔，哎，你看这是我的一个大小，对吧？这是我的一个大小。那么我可以把它放大之后的话，它画出来的话就会越来越粗，看到没有？它会越来越粗啊。这里的话呢，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笔刷大小啊。然后往下的话呢，你的笔刷会越来越小，看到没有？往下它会越来越小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透明度，看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这是它原有的颜色。那我把透明度降低下去，我再降低下去，我再给它降低下去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它的一个颜色的话就会越来越淡啊，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淡，知道了没有？好了，然后呢，由着你的这个不透明度越高，那它的一个颜色就会越来越重，知道了吗？好了，那么这里的话呢，给大家刚刚讲到这个笔刷的大小啊，那么大小的话，除了这边能够调整大小，还可以从哪里调整呢？我们可以点击啊，比如我先把它放最大，你看它画出来，它最大只能画这么大，对吧？它画的不能再大了啊。那我们怎么调整？我们可以点击画笔，然后这边看到没有，有一个属性，点击这个属性啊，然后你可以把它这个最大尺寸放到最大，看，那这样的话，你看这是它最大的尺寸，然后你们如果把它放小的话，它最大它就只能画这么大
啊，就这个属性里面来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啊，进行调整。好了，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是会给大家讲到那个笔刷的大小和不透明度啊，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啦。好了，欢迎大家。然后今天的话呢，我现在给大家来录制的话呢，就是画笔的这个工作室里面的一些设置。首先我这边的话呢，给大家列了一张图啊，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画笔工作室里面，然后我打了红心的话呢，就是小孟老师会重点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讲解啊，比如说锥度，我们可以调节它的一个两头的一个变尖啊，那么 Apple Pencil 的话可以调节它的一个流量和粗细啊，然后这个属性的话就是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和不透明度啊，那这一块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操作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点击我们的随便点一款笔刷啊，点击它进去之后，这边有一个锥度啊。那么锥度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结合尺寸的一个尖端啊。你看我越尖，你可以看到没有？它这边会有一些显示。你看我越往中间拉动，那它的这个边缘它会变得越来越尖。看到没有？这样的话，你画出来的一个笔的话，它的一个笔触感它会越来越尖的感觉，看到没有？它会越来越尖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节。你看，如果放最大，它画出来这一头，看到没有？它是这样一个糊糊的啊，糊这样一个感觉。当然的话呢，我们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不透明度啊，笔刷的不透明度的啊，笔刷的不透明度。当然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重点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想让你的笔刷变尖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压力锥度这一块来进行调整就好了，好吧？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 Apple Pencil 里面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大家只要了解一下那个流程啊，流程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你的一个流程越高，你看我的一个画笔的一个颜色它会越来越浅，然后呢你画起来的话也会更加的顺滑一些。当然如果说你的流程越小，你看我的笔刷的话它就会越来越重啊，然后画起来的话就没有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的一个颜色感会比较的重一些，所以你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话呢，就大家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个掌握啊，因为笔刷我老师分享给大家的话，基本上都是调节好了的啊。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属性这边的话呢，就是调节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尺寸嘛啊，笔刷最大的尺寸和最小尺寸。你看我把最大尺寸这边往下拉，你看这样的话5%的话，就是你把笔刷放到最大化，你只能画出这样的一个粗度，但你把它拉满，它最粗可以画出这么大。对吧？那么这个最小尺寸的话呢，比如说我把拉到这里啊，那你最小的话就可能只能画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啊，最小你就可能画这样，但是你把画最细的话，你到时候可以尝试，比如说我把这个最小尺寸放这么小，然后我回到画面当中啊，我可以给你们画一笔，我把它拉小，看它基本上就非常细的一个点，非常细，对吧？当然如果说我把它的那个属性里面这个最小尺寸我也给它放大。完成啊！你看这边的话，我的笔刷放的最小了，对吧？但是你看我画出来还是这么的粗啊！这样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原有的这个画笔的一个工作室里面可以调整它的一些大小和以及它的一个锥度，这样没有？好，那么这里的话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然后同学们呢可以多加尝试一下，好吧？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我们现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橡皮应该怎么样来操作啊。橡皮的话呢，首先我这边给大家列了3个点啊。比如橡皮的话，我们画笔它是同样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只不过画笔的话呢，它是添加颜色的一个信息，那么橡皮的话它是减去啊。然后呢，画笔能用的一个笔刷材质和形状，橡皮也是可以用的啊。然后包括画笔它是停顿下来，它有轨迹的一个变化，那么橡皮它也是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比如小孟老师在这边画了一个橙色的颜色，对吧？那么我可以选择我的橡皮擦，我可以把它擦掉，对吧？我们就可以把它擦掉啊，擦掉，知道没有？然后其次的话呢，我们也是，比如我再画一个深色的颜色，对吧？画一个深色的颜色，然后我可以把它不透明度降低下去啊，降低下之后，我再选择这个橡皮，然后你看它的颜色的话，它就不会把不透明度降低哦，把不透明度降低，你看你使劲擦，它也会擦的比较淡，它不会特别实
看到没有？所以说的话呢，你的透明度越高，那你擦的东西的话，它就会更加的干净一点点啊。然后除了那个，像我今天现在用的是中等英气笔来作为橡皮擦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笔刷，比如小木老师会随意选择一个啊，比如我的粉笔压啊，我可以用它来做橡皮擦。你看，用粉笔压轻轻的刷，它还可以刷出一些噪点的一个效果，看到没有？它同样也是可以做肌理来使用的。啊，也是可以做肌理来使用的。好了，那么包括呢，这个橡皮擦它也是可以调整它的一个轨迹啊，然后我可以继续换到我的气笔里面的中等英气笔啊。首先可能我画一个用橡皮擦，我先刷一个深色，看刷一个深色，然后呢，我用橡皮擦想要擦掉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想擦一个圆出来啊，我选择橡皮擦。啊，选择好我的橡皮擦之后，哎，你看我一擦，它是画了一个，然后你笔不要松，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圆形啊，然后你再放手点击编辑形状，它也是可以调节这种锚点的，对吧？你看这样的话，我就擦了一个非常正的圆出来了啊。它同样的话和画笔是一样的，它都是可以进行相互之间的一个使用啊，相互之间的一个使用啊。那这样的话，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橡皮擦的一个操作方法。啊，同学们呢可以多加下来去尝试的去试一下，好不好？好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橡皮擦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好吗？Hello， 然后今天的话，我现在给大家来讲这个涂抹工具啊。涂抹工具的话呢，它是适用于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画一些面部的时候，腮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虚化。那包括你在有些地方你想让它变得更加匀称的时候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涂抹工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那首先的话呢，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列了3个点，比如第一点，把现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模糊虚化；其次的话呢，画笔可以使用的形状，我们涂抹工具也是可以使用的，包括呢涂抹工具它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个轨迹啊，我们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啊。那比如小木老师，我先给它点一个橙色的小点点，我再给它点一个黄色的小点点，给它点到旁边啊。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话，比如我选择我的涂抹工具，那我涂抹工具用的也是中等英气笔，对吧？然后我可以把它这样，你看边缘，这样给它涂一下，看没有？它们两者之间，它们会融在一起去啊，融在一起去，这样没有？融在一起去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让它用来干什么？比如我选择了这张头像啊，选择这张女孩子，对吧？选择这张女孩子，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它的一个腮红的一个颜色，其实我已经是做了一个过渡的。那我想让它变得更加匀一点的话，我也会用到涂抹工具。然后你看。比如说，你看，我会把我面部的腮红的话，整体给它再匀称一点点，往下涂一点点，对不对？你看，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些腮红处的一些涂抹啊，腮红处的一些涂抹。好，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涂抹工具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首先，它所有的画笔它都是可以用来使用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点。比如我先画一个黄色的圈圈啊，画一个黄色的圈圈，然后我再画一个红色的圈圈啊，两者之间结合到一起。这个时候呢，我可以选择我的涂抹工具，我可以换一个笔刷，比如说，小木老师可以用到我的一个粉笔压啊，我可以用这款笔刷来进行涂抹，看到没有？用这款笔刷进行涂抹。那么相对来说，它涂的话呢，它会相对来说颗粒感各方面的话会比较强一些。我可以把这个透明度放大。你看到没有？它匀的话是这样子的，看，把整个颜色进了一定的一个融合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些笔刷，比如我们可以用到，我随便选一款吧。好，用到我的这个写字笔刷，它也是可以进行涂抹的，看到了吗？啊，就是所有的笔刷我们都是可以进行涂抹的一个效果啊，都是可以进行涂抹。然后像那个轨迹的话，它也是可以发生一定的一个变化啊，轨迹它也是可以发生一定的一个变化。啊，比如小木老师，我想涂一下，我选择我的涂抹工具，对吧？然后呢，涂抹工具的话，我会用到气笔里面的中等英气笔，因为我经常用这款嘛。好，然后我把它涂一个圈圈，笔不要松，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圈的一个形状。你看这样的话，反而它也会形成一个渐变的效果。然后我们也可以编辑形状，编辑它的锚点，看到没有？编辑它的锚点啊，看到了吗？这就是涂抹工具，它其实跟橡皮擦和我们的那个画笔的一个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大家的话可以下来多加尝试一下。
Hello， 大家好。然后嘛，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颜色应该怎么样来做使用。其实像颜色的话，大家的话呢，我这边列了几个点。首先呢，我们就用到这个经典的色板就可以了啊，然后掌握它的一个色相、明度、饱和度的一个概念。其次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调色板啊，以及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定的一个分享和删除啊，还有呢，拖动颜色即可填充区域，以及呢区域值的一个概念，好吧？那我现在会带着大家来动手来进行一定的一个讲解。首先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颜色这边它是有一个色盘，有经典啊，还有色彩调和以及区域值，然后还有调色板。那么小孟老师用的最多的话就是色板和这个经典啊，经典。然后我可以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色相是什么意思。色相的话，比如说今天小明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那它的色相就是蓝色。那比如说小明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那它的色相就是黄色，就是它的一个母色啊，它本身固有的一个颜色，我们就统称为色相啊。那么这个明度的话呢，是怎么样来做一定的一个调节的呢？比如说，我用这个调色板来给大家来做一定的一个演示。来给大家做一定演示，比如我放到那个左上角啊，然后你可以发现我往左的话，我的一个明度会越来越高，我的明度会越来越高啊。那么这个纯度和饱和度的话，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在颜色会比较的灰，从左下角啊，从右下角往上走，它的一个饱和度会越来越高啊，会越来越高。那么像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后续的话会在课程中详细会给大家进行一定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调色板应该怎么样来创建、分享以及呢删除。调色板点击这边啊，点击这边。好了，首先的话创建一个调色板，比如我点击这个加号啊，它会出现，比如我们可以从相机中、从文件中、从照片中来新建。比如我选择我最常用的是从照片中，比如这是小孟老师画的一张画，对吧？那么我可以把它点击一下，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色板。啊，调色板，看到没有？它会自动生成一个调色板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色板呢？比如我还是点击添加，插入照片啊，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蓝色的这一张画面，好，选择它，然后把它放到旁边，啊，把它放到旁边。好了，放到旁边之后的话呢，好，稍等一下，有点卡啊。我们先把这张照片放到旁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照片来做这个色板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啊，从创建新的调色板，看到没有？它现在是空的，然后我吸一个颜色，点涂一下，吸一个橙色，用手指头吸一下，然后点涂一下，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也是可以做一些调色板的啊，调色板。知道没有？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个操作。那像我这个调色板如果做的有点太复杂，我会把它删掉，点击这个3个小点把它删掉，删除，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命名，也可以分享。比如说分享的时候，我们怎么分享呢？点击上方啊，比如你可以隔空投送，或者发个微信啊、QQ 都是可以的啊。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色板进行一定的一个复制啊，大家可以操作一下，好吧？可以操作一下。那么这个命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命名呢？小木啊，小木就可以了，就点击上方这些文字，它就可以进行命名了，好吧？这样的话呢，就会方便教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个色板。然后色板的话，后续的话也可以直接你选择自己喜欢这样一些图片，然后来进行色板，然后后续可以存储下来啊。后续的话，画面中可能会用到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拖动颜色怎么样填充这个区域啊？比如小孟老师，我先给大家画一个，先画一个橙色啊，先画一个橙色，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橙色给它拖过来，看没有？拖过来，它就直接一下子拖满全屏了啊，拖满这个区域了，对吧？拖满这个区域了。当然呢，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会用到比较糙的笔刷，比如说我用粉笔压，比如我用粉笔压，然后你看。全屏了，那么这个全屏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笔不要松，然后往左边滑动，它有一个最小区域值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填充到里面了啊，填充到里面了，就是可以拖动它的一个区域值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 tips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色板是可以拖出来的啊，包括呢它的这个色轮都是可以拖出来的。比如说我把它。你看，比如说我点击它的颜色，我把它拖过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到你自己想要放的一个位置啊，就方便我们后续再选色。你可以先点击它，然后把它直接
点击这个上面一个小横线条，把它拖出来就可以了，知道了吗？好，这边的话呢就是颜色整体的一个操作，好吧？颜色整体的一个操作。OK，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休息一下啊。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图层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好，那么首先我们这边的话呢，这张图上面有几个，比如说重命名、阿尔法锁定、蒙版、剪辑蒙版以及参考，这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那么老师会重点的会给大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讲解，好吧？重点给大家来进行讲解。那首先我们可以先看我这边的一些文字，比如说图层的概念，它就是玻璃的一个透明玻璃板啊。点击的话，它是可以呼出一系列的功能。点 N 的话呢，它是可以更改图层的一个属性。那么捏合图层，右滑多选，然后以及双指右滑锁定不透明度。然后呢，我会带大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掌握。首先呢，我们先点击这个图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图层，对吧？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图层给它重命名，我点击它，点击这个小框框，对吧？上方有个重命名啊，你可以点击键盘，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改成自己的一个想要的名称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选择的话呢，其实就是选择到你原有的这个图层上面的这些画面。原有图层上面的这些画面，就在这个图层上面所出现的一些画面，就可以进行一定的选择。好，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什么呢？再点击比如说拷贝拷贝，你点击拷贝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你3指往下滑，粘贴。它就会复制出一个全新的图层，可以看到吗？它就会有2个了。但这一点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常用，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包括这个填充图层填充图层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图层上面，对吧？我想把它做一个填充，我想画一个圆圈圈填充，我可以直接点击填充图层就可以了。看到没有？填充图层它就可以填充过来了好，然后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填充的话，它就会全屏填充点击填充，它可以全屏填充。然后呢，清除选区的话呢，你就会把你这个图层给它删掉，比如说清除，你这个图层里面的内容就没有了，东西就全没了然后双指撤回就可以了，好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比如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操作，还有我们的这个蒙版。蒙版的话呢，其实它充当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讲解吧。比如说这是一张图片，对吧？我点击蒙版点击蒙版。好，点击蒙版完之后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蒙版它只能用2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那么首先我们先用白色，你在画面上面来画一下，看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呢，你用黑色。看到没有？你的画面就会进行被删除掉了，知道了没有？看到没有？被删除了。那我删除掉，我想恢复的话呢，怎么恢复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白色，然后你再给它画一下，它就回来了像这个蒙版的话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一个绘画中的话不会用到，基本上不怎么用到所以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它其实也是可以充当这个橡皮擦的一个工具就可能有的时候呢，适用于那些画一张图上面画一张完整的作品，比如说我的面部画错了，然后我重新塑造塑造完之后，感觉好，我之前好像画的对的，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蒙版的模式给它恢复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蒙版给它先删除掉不用它。然后呢，上方的话有一个阿尔法锁定阿尔法锁定是什么意思呢？点击阿尔法锁定，你看，就你这个图层它被锁定了锁定了之后的话呢，你就只能在你这个图层画面上面去画，它是画不出去的它是画不出去的，这也是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塑造后续的这一块的一个塑造。但是呢，如果说你用橡皮擦一擦的话，你就会把原有的图层会擦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阿尔法锁定就是阿尔法锁定之后，只能在原有的画面上面去进行绘制，它是画不出去的。
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啊，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剪辑蒙版啊，剪辑蒙版这一点的话，我可以详细给大家讲一下啊。比如说刚刚用了阿尔法锁定，对吧？它可以把底下的东西也可以一下子全部就擦掉了，虽然画不出去，它会擦掉。那么剪辑蒙版应该怎么使用呢？首先，我想给我的这张照片人物啊，我想画东西，但是我不想画出这个区域，我可以新建一个图层，然后向下剪辑蒙版，点击剪辑蒙版，对吧？点击剪辑蒙版，然后比如说我画一个橙色啊，画一个橙色，哎，它也是画不出去的，但是呢，我用橡皮擦，对吧？我擦它们，对吧？你看，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这个图层啊，这一点的话也是方便我们后续在塑造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加用一下剪辑蒙版，它非常好用的。看没有，就是新建一个图层，向下点击图层剪辑蒙版啊，它就可以这样来绘制了啊，它就可以这样来绘制，看到了吗？这是剪辑蒙版啊。OK， 好，剪辑蒙版我们就过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比如说有一个绘图辅助啊，那么绘图辅助的话，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在左侧，我会给大家详细来做讲解。然后翻转的话呢，就是翻转的它固有的一个色感，但这个的话也不会用到啊，基本上不会用到啊。然后我们把它翻转回来，然后参考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参考我们点击参考啊，参考模式的话呢，它其实是用于画一些线稿啊，画一些线稿的时候，比如说我画描边插画的时候，它就可以用得到啊。我可以给大家来做一定的一个演示啊，反到一个全新的图层啊，反到一个全新的图层，然后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A4 的画布啊 ，A4 的画布啊。那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些图层嘛，我想画一张完整的线稿啊，完整的线稿出来。那比如小木老师的话呢，我会选择用那个小木的勾线笔，对不对？比如这是我这个圆是我的头，这个椭圆是我的身子，对吧？那么这个两个圆的话呢，是我的一个橛啊，是我的一个腿部啊，腿部的位置。好，那比如说我们先这样来定出来，对吧 ？OK， 但一定要让它保持它是一个闭合的状态。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操作？比如说，我先把这个图层打开参考模式，哎，点击参考模式 ，OK。那么参考模式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下方啊，再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把图层拉到下面去啊，拉到下面去。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我给我的肤色画一个颜色，哎，我可以直接拖过来。然后呢，我再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我再画一个衣服的颜色，对吧？衣服的颜色我再拖过来，对吧？然后再新建一个图层，裤子的颜色，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直接给它拖过来了，对吧？直接拖过来，然后你的线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线稿，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打开这个参考模式啊，比如说不打开参考模式，我新建一个图层，我一拉就全屏了。啊，就全屏了。这个参考的话，我觉得大家在后续画一些带有线稿的插图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啊，非常方便。而且呢，像这个参考模式的话，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给我的这个衣服上面来塑造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在上方新建图层，点击向下剪辑蒙版。你看，比如说我就画不出去啦，然后我也可以把它擦掉，对不对？也是非常方便的啊，你们可以多加尝试一下，就这个更加用于画一些描边的插画啊，描边插画。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给大家继续往下讲了啊，继续往下讲。先来找到我的这一块啊，找到它。OK， 好，然后我们再点击我们的图层，点这个头像啊。接下来的话就是向下合并，就是和下面这个图层会进行合并啊。那么再点击向下组合，就是它们两者之间会成为一个组啊。那么这个我会细节会给大家来做一定的一个讲解，好吧？好了，那么这一块的话呢，这一栏啊，这边这一栏的话，我们就全部讲完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些，比如说建组啊，然后调节它的一个模式啊，对吧？我们一一的来做一下讲解。首先从第一点，比如说我想给我的这个图层重新命名，那我可以点击这个，比如点击图层重命名啊，比如说小木老婆啊，你也可以打一些其他的文字啊。然后呢，我们往左边滑动，它可以复制一个全新的图层出来，对吧？再往左边滑动，它可以删除。然后你再往左边滑动，它可以锁定。锁定的一个意思的话，它也是画不出去，只能在这个区域上面来进行绘制啊。哦，不对，锁定的话呢，它是完全不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去进行绘制的啊。所以这点大家要搞清楚，这不是阿尔法锁定啊，这是锁定图层。然后我们来打开解锁，就可以在上面绘制了，好吧？然后呢，点击这个 N。它是可以干什么？它是可以调节我这张图的一些不透明，它的一些图层模式啊，比如说变暗
啊，这张图的话，它其实表示的不是特别明显。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它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可以在上方新建一个图层来做效果，新建一个图层啊。那比如小木老师拉一个框框，比如说拉一个矩形框框，然后给它填充一个蓝色调的颜色进来啊。OK， 然后呢，我可以点击这个 N， 给它正偏叠底。你看我的这下面这张图，它会加了一个色在上面。你的整个颜色的话，它就没有刚刚那么的亮了，对吧？它呈现出蓝色系的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到变暗、颜色加深、线性加深、正常，还有呢变亮，以及呢柔光等等，这些的话都是方便我们后续画场景的时候做一些效果啊。做效果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在你图层上面新建一个图层，然后给它加一个蒙版去调节它原有的一些模式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大家教大家怎么样来给这个图层来进行建组啊，进行建组。好，首先的话呢，建组的话呢，比如说我想把这两个图层，我想要给它建一个组里面啊 ，OK， 那我可以用我的笔，然后把下面这个图层往右边滑动，看到没有？它们两个全部会呈现出蓝色的，然后点击上方的组，它们会成为一个组，看到没有？在一起了。啊，然后包括这个点击新建组，它就可以重新命名啊，它就可以重新命名，也可以平展啊，就是合并到一张图上面，知道没有？好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会想，那组建好了，我怎么拖出去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组，两张图还是选中，对吧？然后直接把它拖出去，好了，它就可以放到外面去了。看到没有？然后把下面这个新建组给它删掉就可以了。好，这就是 iPad 怎么新建组，怎么样来那个分散组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比如说右滑，向右边滑动，可以多选我们的图层啊，多选我们图层，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删掉，或者全部建到一个组里面啊。然后其次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双指啊，双指往右边滑动，你看你的图层可以直接锁定啊，再往右边滑动，双指往右边滑动，它就可以解锁。啊，这都是一些快捷方式，你们可以跟着来一起来操作的来试一下，好不好？操作来试一下啊。OK，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进行什么呢？给大家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讲解啊。组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好吧？好了，休息一下。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来讲解我们左侧，我会先从这个变换工具来给大家来进行一定的一个讲解。那么这个变换工具的话，我们其实把它可以理解为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一个移动的啊，它是可以进行移动的啊。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移动目标、缩放目标、旋转目标，然后移动不需要点到的一个框类啊。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我们比如说我拿我的这张图为例啊，比如我想把这张图进行一定的一个移动，那我点击这个小箭头，看到没有？它是可以这样来进行移动的啊，它是可以进行移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四周都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锚点，然后我们随意点击其中一个，看到没有？它是可以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然后移动位置，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下方有一个自由变换、扭曲和弯曲，以及还有水平翻转，这些都是应该怎么操作呢？比如点击自由变换啊，那么你这个图的话，它就可以不等比例的去进行放大、缩小了。你看，你可以拉伸，对不对？缩小，对吧？都是扭曲掉了。然后呢，等比的话呢，它就可以等比例的放大、缩小啊。然后其次之外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扭曲。比如我点击扭曲，你看我的画布就可以呈现出这样一个做一些小透视啊，对不对？然后弯曲的话呢，其实呢，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比如肩膀可以稍微宽一点，那我可以把这边拉动，你看它画面的话也会进行这样一个拉宽啊。其实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用来做效果，像我们经常用到的话，可能就是等比和这个自由变换啊。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下方对齐
啊。对齐的话呢，其实不会用到，大家不用管。水平翻转的话，你看你的画面就可以水平翻转、垂直翻转，对吧？垂直翻转，然后旋转45度角，哎，这样的。符合画布就是它可以放到画布相应的大小啊，然后双曲线和那个重置，当然也可以不用理它啊，我们不会用到，好吗？好，这就是变换工具啊，变换工具。其实呢，像这个变换工具的话，我们一般最常用搭配的呢，我会在下一个节课给大家讲到，好吧？OK。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选区的工具。那么选区的工具的话呢，它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操作呢？首先，我下面有几个点啊。第一点，把一块的区域选择起来，一般呢配合变换啊，就这个变换工具，还有笔刷以及橡皮擦等工具同时来使用啊。然后我们可以先来进行操作，比如说小木老师先点击到原有这个图层啊，这张头像，对吧？我可以点击这个变换工具，看到没有？它下面会有自动、手绘、矩形和椭圆。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看自动啊，点击自动。比如说我想要这个背景 ，OK， 好，那我可以点击这个背景。点击这个背景之后的话呢，你看我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些。然后呢，它这样选完之后，它只能用这个拷贝并粘贴下方的拷贝并粘贴。它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图层出来，你看，这是我刚刚考的这个背景，因为它这个头发和背景颜色太过于的相近了，所以它是抠不出来的啊。这一点的话，其实不会怎么用得到啊，不会用到，用到的会比较的少。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手绘，比如说小木老师想把它这个耳朵移动出来，那我可以把这个耳朵框起来啊，框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变换工具，然后可以把它拖出来，你看没有？它就可以拖出来了啊，它就可以拖出来。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变换工具，比如说我把这个耳朵框起来，然后下方有一个拷贝并粘贴，点击它，然后再点击变换工具啊，它就可以充当一个复制的功能了。你看复制出来，然后下方有一个水平翻转，点击它，你看全新的一个耳朵就出来了啊，全新的耳朵就出来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再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使用。好，刚刚的话给大家点的是手绘，那么我们还有矩形，对吧？你可以拉一个框框，然后把它进行移动。然后稍等，刚刚复制了一个多余的，拉一个框框，然后点击箭头，它就可以复制出来，它就可以移动出来。当然了，你也可以单独，比如说我拉一个框框，拷贝并粘贴，哎，看到没有？它有一个全新的头部就出来了。啊，全新的头部就出来了啊，然后这个也可以水平翻转啊，垂直翻转都是可以的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知道了吗？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还有椭圆的啊，就是把它们可以以圆的形式拖动出来啊，但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变换工具，就是个小箭头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它下面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拷贝并粘贴，像这种反转啊这些的话，基本上都不移除，你可能就把这些区域可以看，就选中你想要的，比如说我想要面部，那我可以把面部给它框起来，我不要它，其他地方我不想要，我可以点击移除，看到没有？然后再点击变换工具，它就可以移掉了。啊，然后像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经常的一个绘画当中，我们最多常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拷贝并粘贴啊，其他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做太多的一个了解啊，然后你们也可以对它尝试一下，好吧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啊，这个变换工具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啊。其实呢，大家只要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会和我们的这个变换工具，它是可以互相搭配起来做使用的啊，然后在课程中的话呢，后续老师会边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去操作，然后你们会更加的熟悉，好不好？好了，那么今天这个变换工具先讲到这里啊。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讲解我们的这个调整工具啊。调整工具的话呢，其实也会在我们的画面中经常会用得到。那这边的话呢，它会有这个色相，还有呢，我打了红心，还有这个曲线啊、颜色平衡啊、液化呀、高斯模糊啊等等，都是我们可能会在画面上经常会用到的啊。那我会拿这些例图给大家来做一定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会拿这张图给大家来示范调色。
啊，怎么调呢？点击我们的调整工具，比如说色相饱和度，你看我会拉饱和度，它的颜色会越来越亮，饱和度越来越低，对吧？它会越来越灰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看，我们可以变换它的颜色啊，通过色相来变化它的颜色啊，然后以及它相应的亮度啊，这样的话呢，你觉得后续的话，可能一张画面你会觉得它有点灰，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个亮度和饱和度就可以了啊。然后颜色的一个平衡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它也是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些局部的一些色系啊，这个其实用的也会比较的少一些，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曲线啊。曲线的话呢，它就通过这样一个调整曲线，比如说红色啊，对吧？你想要往上就红色，往下就是蓝色啊，这样一个墨绿色系啊，这样去做调整。你看，调整它的一个也是调整它的一个小色系啊，小色调，就做效果用的啊。然后小孟老师用到最多的话，可能就是色相饱和度这一块啊。然后界面映射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啊，也是调整颜色的啊，基本上很少用到。好了，然后呢，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斯模糊啊。高斯模糊的话呢，应该怎么样来做呢？比如说，我想让我的画面变得糊起来，我点击高斯模糊，看到没有？然后我会把我的画笔向右边拖动，向右边糊，看到没有？它会越来越糊掉啊，越来越糊，可以用来做效果。然后还有我们的动态模糊，看到没有？动态模糊就是移重换影了，看到了吗？哎，就是近视眼可能看人物的时候，就是几十米之外就是这样人畜不分的一个效果了，对吧？好，开玩笑啊。好了，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透视的模糊，比如说我不想让我这个人物模糊，其他的区域想要模糊化啊，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到这里，然后我把其他地方我还是用我的笔去给它拉动，看到没有？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只有你中间选中这一块区域它没有糊，其他全部都糊掉了啊，这也可以做一些透视的一些效果。啊，这个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啊。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这种杂色啊、锐化呀啊。杂色的话，比如我选的这一张图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杂色啊。杂色的话，你看你的杂色越高，哎，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呈现出这样一些肌理感，对吧？肌理感。然后包括这种巨浪啊，还有我们的肌背啊，基本上很少用到，基本上用到最多的就是这个云这一块啊，云的这一块可能会比较偏多一点点。好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会有什么呢？锐化，看到没有？这样锐化越高，你的图片它会越来越明显，看到没有？它就跟我们美图秀秀是一样的啊，这是锐化功能，就是把你的图片可以显得更加的清楚一些啊。然后泛光大家可以不用管啊，故障艺术也不用管，半色调也不用管，色相差也不用管。重点给大家来讲一下液化和克隆啊。那么这个液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液化，比如说这是我女孩子的一个面部啊，我点击液化功能啊，我们可以选择上面的推啊，你可以调整它的一个面部，看没有？调整它一个面部的一个弧度，它就跟美图秀秀里面这种瘦脸功能是一样的，看到了吗？它就跟瘦脸功能是一样的啊，瘦脸功能。好，然后呢，它的尺寸越大，那么你的这个推的一个范围就会越广；尺寸越小，它推的这个范围就会越弱啊。压力的话呢，就比如说我的压力越高，看没有？它推出去越猛；压力越低，它推出去就会稍微轻一点啊。失真和动力不用管啊。然后顺时针和逆时针怎么操作呢？比如说顺时针，哎，你看我的面部的话，你就液化的时候，它会这样顺着一个方向去转，它不是可以推动。逆时针的话，它就可以这样向左边这样去旋转啊。然后捏合的话呢，这些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些效果，你看捏到一起去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展开，看哈哈镜的时候，哎，展开，对吧？然后其他后端这几个的话，大家都可以不用管啊，因为我们在画面中的话是不会用到的啊，不会用到的。好，然后呢，这就是调整这一块，还有一个克隆，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克隆的话，比如我选择我的面部这一块啊，选择它，然后我再会在我旁边来进行画，你看画一下它，你看，哎，它的这个圈，它的画面上面动的那个圈圈，就是你想要的一个区域，看到没有？就这样给它把它克隆出来啊。但是与其用这个的话，还不如直接什么呢？直接复制粘贴啊，或者说我们直接把它框起来，然后拷贝并粘贴来得快一些，对吧？来得快一些啊，这是一个快捷方式。好了，然后这个调整这一块的话，大家的话其实重点就掌握一下，像液化呀、曲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高斯模糊啊、动态模糊这些就可以了，好吧？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工具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操作呢？首先的话呢，像操作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平时的话会比较常用到的啊。然后呢，这个 PPT 的话呢，后续的话，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去找班主任去领取，好吧？然后我会给大家来详细来讲解一下操作里面的这些栏啊。首先，添加这边有一个插入文件，就是你可以把相应的这种 Procreate 的文件啊，全部都给它插入进来就可以了啊，插入进来。比如说我把这个头给它插进来，你看它在哪里？它在上面，对吧？它就可以插入进来了啊，原文件。然后呢，插入照片，把你自己想要的照片插入进来，看到没有？照片插入进来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拍照，它就是以拍照的模式，对吧？它就是以拍照的模式啊。然后呢，添加文本，添加文本的嘛，它其实就是文字框了。比如说我点击添加了文本，然后点击我的键盘，看点击我的键盘啊，比如说小木啊，小木，好，选择小木啊，然后选择完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双击啊，再双击一下，让你的画面呈现出这个字体呈现成蓝色的区域，然后我们点击 A38啊，它就可以调整你的这个字体的这个样式，看到没有？字体样式可以这样来调整，然后包括字体的大小、字的行间、字的跟踪、行距啊、字的不透明度，看到没有？都是可以做一些效果的调整。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全部给它清除掉。然后也可以拷贝并粘贴，居中对齐，向左边对齐，向右边对齐啊。这些的话呢，大家的话呢都是可以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操作啊，OK， 好了，然后呢，颜色这一块你们可以就是更多的可能会加入一些文字的性的东西进去啊，你可以编辑一些文字啊等等。好，然后剪切和拷贝，比如说剪切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比如说我点击剪切啊。没了，对吧？你的图层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配合下方的这个粘贴，点击它就回来了啊，然后呢，像这个拷贝画布啊，你可以拷贝，也要用到粘贴，对吧？它就会重新复制出一个画布，你看到没有？两个画布啊，把它删掉。然后呢，其他的话呢，就大家可以不用了解了啊，没有什么重点。然后画布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裁剪我们的一个画布大小，点击裁剪画布大小，你看，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一个画布大小，比如说我想要这一块，完成，看我的画布就裁成这样了。那我想返回的话，两个手指头点一下，它就回到你原有的一个画布了啊，原有的画布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动画协助不用管，页面辅助不用管，绘图指引的话呢，小孟老师可以重点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的话也是比较常见的，好吧？那么绘图指引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会新建一个图层啊，我点击画布绘图指引，把它打开。然后呢，它里面的话有一个编辑绘图指引啊，比如我选择一个重色的吧啊，选择一个这样一个红色的，你们就可以看得清楚。比如我们用 2D 网格啊 ，2D 网格的话，它其实更多的话，大家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同学们可以用来更多画一些这样做一些小文件啊等等。比如说我点击完成啊，你看这个时候我在上面还要点击啊，比如我用这个勾线笔，那你有的时候你画成怎么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可以再点击你的图层，把你的图层的绘图辅助也要同时打开。好，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非常方便，画一些表格、横线啊、竖线啊，对吧？做表格来用啊。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还会有一些，比如等大啊，这个可以不用管，然后透视也可以不用管，然后对称的话可能用的比较偏多啊。对称的话呢，它里面的话呢，它有选项，下方有一个选项，看到没有？它有镜像、垂直。比如说小孟老师选择一个垂直完成。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再画一些线条，看到没有？它就是这样垂直，双方垂直下来了，对吧？垂直下来了啊。然后呢，包括它还有一些，比如选项里面的这种镜像啊，镜像的话用的会比较偏多一些啊。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小效果啊，对吧？画一些图腾的时候，你看就可以用镜像啊。然后包括它的这种编辑绘图指引啊，还有这种比如说四象限完成啊，点击完成哦，一定要点击完成，你看它就会画出是这样子的，它是四面的啊，这个也会比较用得到啊，用得到。
好了，那这边的话呢，可能这个绘图指引这边的话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也是可能在平时做一些效果的时候会用到啊。但大家关闭的时候一定要把绘图指引关掉，然后把你图层上面这个绘图指引、绘图辅助也要关掉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参考。参考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点击参考，它这边会出现一些画布、图像和面容。画布的话呢，你看，就是我在这里画一笔，我这边参考上面会呈现出，然后你用手可以拖动它。然后图像的话呢，我们可以导入到你自己想要的那张图片，比如我这张头像导进来，然后我也可以把它删掉、清除。面容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知道没有？看到你自己的一个绘画，你在干嘛，对吧？好 ，OK， 然后点击插号，它就可以擦掉了啊。点击插号，什么插号呢？看没有？这边有个插号，把它擦掉就可以了啊，用来做参考。这个好，水平翻转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画布进行水平翻转、垂直翻转，然后画布信息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画布的一些尺寸啊、图层多少啊、这个总共画了多久的时间啊，对吧？都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啊。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分享，就可以分享一些不同的一些文件啊，就跟我们刚开头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其次还会有我们这个视频，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整个视频缩时视频的回放，你看整个过程它就可以表示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可以导出缩时视频，最好是原长全长啊，就你可以发到一些小平台上面去，对吧？好了，然后其他的话就偏好设置啊，偏好设置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光标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笔刷的大小啊。然后其次的话呢，手势控制里面你们只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在常规里面把你的静音触摸操作给它打开啊，这样的话你的手就画不到画面上面去了啊。其他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动了啊，可以不用动，好不好？帮助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用了啊，帮助的话没有什么用，但这边它会有一些 Procreate 的使用手册，还有基础课堂这些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再来讲一下，就是我们这种手势最常用的操作吧。啊，手势最常用的操作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双指啊，2个手指头点击画布，它就可以撤回；3个手指头点击画布，它就可以复原啊；3个手指头点击就复原；4个手指头点击的话，4个手指点击它就是它就是一个锁定的一个区域，就是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然后你在4个手指头再点击一下，它就恢复啊。然后包括你的3指向下滑，它是可以拷贝你的这个图层啊。然后呢，再3指向下滑，它是可以粘贴，对吧？拷贝并粘贴，你看复制了2个啊。然后再3指向下滑，它还可以做什么？它可以直接粘贴并拷贝，看到没有？又是一个全新的啊，看到没有？粘贴就是，但是你下面这个图层上面就没了啊。然后我们可能3指下滑拷贝，3指下滑粘贴就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快捷的方式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根手指头摁住你想吸的颜色，它就是一个吸管工具，看到没有？包括这边这个小方块，它也是一个吸管工具啊。好了，基本上的话，我们 Procreate 的一些基本操作的话，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然后你们现在要做的话呢，就是课后的话呢，可以多加的去尝试啊，多加去尝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后续就跟着老师这边来好好进行学习就好了，好吧？好了，那我是小木老师，然后我们本次的一个课程就到这里了，同学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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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